波兰最近这2天因为索要军火无果的事儿和德国闹得不愉快，张口就是白要200辆最新锐的豹2 A7的操作也属实让人看不懂。一起来看详细情况。Hello， 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妞。近日，波兰总统突然对德国发难。波总统在参加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期间，接受德国《世界报》采访时称，德国总理奥拉夫·舒尔茨违反了坦克交换协议。他声称对于德国人感到失望。此前，德国为了更好地方便援助乌克兰武器，专门搞了一个 Rheintausche 计划。该计划的实质实际上相当于德国间接援助乌克兰重型装备。Rheintausche 计划明确要求，由于德国等国的西方坦克和乌克兰地面部队装备苏系坦克具有很大的区别，为了使乌克兰军队可以更快地获得能够迅速形成作战能力的主战坦克，北约的一些华约前成员国可以将自己装备的苏系主战坦克提供给乌克兰，这样乌克兰部队接受装备后便可以很快投入作战中。而作为对这些提供给乌克兰坦克国家的补偿，德国将向这些国家提供德国豹2先进主战坦克。德方认为 Rheintausche 计划可以让乌克兰获得大量熟悉的苏制坦克，而北约的华约前成员国正好获得更加现代化的坦克。根据俄媒的报道，当前德国和捷克、波兰、斯洛文尼亚签订了 Rheintausche 计划协议，并且这3个国家开始向乌克兰提供大量的苏制 T72 系列主战坦克。最先做出行动的是捷克，捷克已经送了10多辆 T72 主战坦克。因此，德方表示将根据 Rheintausche 计划，相应的向捷克提供14辆豹2 A4 型主战坦克。这些坦克是在1990年代制造的，此后进行过局部升级。而波兰此前也开始 T72 主战坦克的军援。波兰将大部分 T72 坦克援助给了乌克兰。按照之前外媒的报道，波兰也将接受德方豹2 A4 型主战坦克的补偿。但是没想到波兰总统会对此表达不满。波兰总统杜达表示，德方并没有实现承诺，这让波兰感到失望。因为波兰向乌克兰提供坦克，相当于削弱了自身的军事力量。而且波兰装甲部队也装备了不少的豹2主战坦克。杜达认为，如果德国遵守 Rheintausche 计划，向波兰提供主战坦克，他会很高兴。德方随后表示，正在和波兰针对 Rheintausche 计划进行沟通。当然，德国对波兰指控其违反坦克交换协议是感到惊讶的。一名德国官员暗示，实际上并不是德方违反 Rheintausche 计划协定，而是波兰人狮子大开口，要更好的坦克。他们显然对更先进、更昂贵的豹2 A7 主战坦克更感兴趣。而根据其他媒体的报道，波兰指控德国违反坦克交换协议原因是，因为波方狮子大开口，要德方提供最先进的豹2 A7 主战坦克200辆，以替换200辆波方原乌的 T72M1 和 T72MIR 坦克。按理说，如果波兰接受德国援助的豹2 A4 坦克，也是稳赚不赔的买卖。毕竟现阶段波兰陆军就装备了100多辆豹2 A4 主战坦克。豹2 A4 比波兰的 T72 坦克贵多了，在技术上基本是第3代主战坦克的水平，在世界上也可以说是较为先进的主战坦克。200多辆对于波兰陆军来说，能够有效提升战斗力。如果波兰陆军要更先进的坦克，可以直接再出些钱委托德国厂家，对豹2 A4 进行现代化改装。这样，波兰只需付出很小的代价，便可以轻松获取200辆先进的主战坦克。当然，如果波兰执意要求豹2 A7 主战坦克这个消息是真的，那么只能说波兰方面是人心不足蛇吞象。200辆豹2 A7 简直是张口就来。要知道，豹2 A7 是德国最先进的主战坦克，采用了诸多先进技术，而且德国陆军现在服役的豹2 A5、A6、A7 坦克的总数也不过是266辆，其中豹2 A7 的数量不超过30辆。要是德国人真答应波兰的要求，那么德军装甲部队给出去之后，不仅没有剩余的豹2 A7，等于还倒欠了波兰方面170辆。显然，德方断无可能给波兰提供200辆豹2 A7，
而且据说一辆豹二 A7 坦克的外售价格超过700万美元，200辆就是14亿美元。而波兰送出去的 T72是个什么货色，大家都心知肚明。只有部分较为先进的 T72可以勉强是2代半水平。这些坦克价格加起来，可能还不到豹二 A7 坦克200辆总价的一个零头。波兰方面想拿这些烧火棍子以旧换新，1分钱不掏，空手套白狼，吃相未免太过难看，也更加没有能从德国这儿满足愿望的可能。